2014年，江苏某拉练厂的16岁女孩麻木地吃着厂子里寡淡的饭菜，刷着视频。她这本该读书享乐的年龄，却早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指尖的滑动，刷到一个视频，画面里的主角穿着靓丽的衣服，过着自己从未见识过的生活，好像只有这时，她的眼里才会泛出这个年龄该有的光芒。2018年，她参加的《创造101》一炮而红，无数的鲜花与质疑喷涌到这个20岁的偶像身上。在偶像诞生地的日本，偶像这个词好像总是蕴藏着奇迹。在那个中国偶像元年里，正如他的名字杨超越一样，超越了所有人预料。3年前，他来到心中最厉害的城市，拿着1800的月薪，努力的想要留下来。机缘巧合之下，因为性格和颜值，让他被时代拉入了新的世界。在10年前，日本一个15岁的女孩也毅然地坐上了前往东京的列车。身处新世界的杨超越种种的不配，使她受到无数嘲讽。而前往东京的这个女孩，长相平平无奇，只剩点蠢的她，好像怎么都和偶像不搭嘎。但相似的奇迹还是发生了，即使唱调接差，但她依然靠着自己的抽象艺术和狠活，扛起了平成偶像的大旗。但比杨超越更加曲折的是，在她即将登顶之时，一篇绯闻又将她跌入谷底。远调边疆的他，竟然仅用1年的时间，就带着家乡的人民杀回东京，以绝对的成绩问鼎平成第1偶像。大家好，我是子美，欢迎收看《昭和美人传》的第7期。本期的故事有点特殊，往期的节目主角如果说是原教旨主义的励志剧本的话，本期主角的故事完全可以说是油腻 loser 的意淫爽文。如果说名人靠奋斗干碎毁灭世界的传销头子成为火影是少年时的热血映照，那没有查克拉的小李在第4次人间大战上突然出现，一拳干库尔柱子，一拳打飞拿卢托，踩着斑爷的肋骨骑上九喇嘛跟辉夜谈了把乱爱的剧本，那就是一坨大便。但现实有的时候远比剧本魔幻。视频里这个长得颇具人形的小偶像会为了宣传 CD 在大街上表演，用鼻子吹橡胶手套，穿裙子在舞台上行军爬，像亲吻大蟒蛇在泥浆里拥抱大地，都属于基操。为了挑战自己，他还会化作核动力科尔沁 BB 机，日更200条微博，顺便还破了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这个名叫指原莉乃的女孩终于站到象征偶像顶点的宝座时，你会发现，这个现实爽文背后的主角，为了梦想，究竟可以变得多么强大。上期我们讲述了昭和时代亚洲偶像女团的起点小猫俱乐部的故事。随着姑娘们的解散，时代的更迭让偶像们的故事变得单薄，视觉的疲劳加上经济上的疯狂，开启了长达10年的偶像冰河期。而1997年，伴随金融海啸的浪潮，被称为口红经济的商业现象来到了日本。当时的金融海啸虽然对日本金融各个方面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像是化妆品、电子游戏等娱乐产品的销量却逆向反升。也是此时，诸如滨崎步、宇多田光、仓木麻衣等平成歌姬时代的主力先后出道，日本唱片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仅1998年的唱片销量就达4.57亿张，除去婴儿，相当于当时全国人手4张的水平。市场的繁荣貌似象征着偶像冰河期的结束。当时有5位参加主唱招募但选拔失败的女孩们，在一个叫纯君的制作人的挑衅下，表示要将这5个女孩组成组合，如果她们能在5天之内流转5个城市，卖出5万张唱片，就给她们在名古屋举行大型出道演唱会的机会，否则就地解散。而这个悲情的失败组真的成功了，在媒体工具的放大之下，他们成功翻盘，起名早安少女组，起航出道。随后，他们推出新曲《Love Machi》，欢快的曲风加上宛如奇迹的他们，在金融风暴下哀嚎遍野的日本，引发了国民级轰动，更是创下日本卡拉 OK 连续17周霸榜的冠军。电视里的他们站在舞台上，在镁光灯的照射下，像是一支背水一战的军队，用他们无与伦比的魅力感染着每一位观众。坐在客厅电视机前的指原莉乃，正是当时的受害者之一。1992年，大分县大分市一个普通的家庭里，指原莉乃出生了。与八面玲珑的哥哥不同，小时的指原显得比较木讷，在班里也没有什么朋友。在都会崇拜一些什么东西的孩子时期，小指原喜欢上电视里的偶像。他1年级时看了早安少女组的选秀节目《阿萨亚》，便被其中的早安少女3期生后藤真希吸引入坑。随后爱屋及乌的喜欢这个组合里的很多成员。小学时指原的班级里也有很多同学喜欢早安少女，因为有着同样的爱好，让指原可以融入他们。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校里的大家好像纷纷都有了别的爱好。反应过来的指原发现自己好像被丢下来了。2年级时，父母在客厅安了台电脑，左边电脑，右边电视，让这个客厅变成了自己的城堡。但在渴望归属感的年龄里，作为狂热早安粉，他也想要与人分享。
这时被丢下的小职员 BB 侠的潜质就显露出来了。5年级时，以不满足仅用电脑查情报的他，创建了自己的应援博客，每天致力于伦理交流和儒雅兑现。酣畅淋漓的指尖塔塔开，让他拥有了很多网络朋友。为了与他们更好的在垂直领域进行端到端的短平快联动，达到强化认知的结果导向，小职员经常让妈妈带他去线下看演唱会。来到了演出现场，伴着音乐，帅气的偶像们来到了舞台中央，在万众的瞩目下，一首首元气的舞蹈，给小职员带来了无尽的幸福，也不由得羡慕起来。但这个理想的世界离自己的现实过于遥远。每当关掉电脑，屏幕里都会映出一个戴着眼镜、留着土气发型、穿着过气服装的自己。现实里的人际关系也一次次的打击着他。自上初中开始，班里的同学便有意无意的排挤这个自卑的女孩。初中3年级时，家里的邮箱甚至出现了请你不要再来学校的邮件。他想要离开这里，去一个谁都不认识自己的地方，重置人生。他不止一次的参加早安家族里的练习生招募，自10岁开始第一次报名，到15岁初3时，短短几年里，他一共失败了9次。毕竟是偶像选拔，人家面试时都说自己上过综艺，演过番剧，拍过小电影。你说你会纳豆的4种输入方式，那肯定与选拔标准有点小出入嘛。面临毕业出路的职员已陷入绝望。即使上高中，乡下这个小地方还是会和欺负自己的人做同学。但他老家有个老话说得好，老天还饿不死下家巧呢。他最后的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新兴的偶像集团 AKB48。虽然现在 AKB 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太高，但你只需要知道，自2005年这个团体在秋叶原诞生，到2020年直接或间接的给日本带来了1500亿日元的经济效益，影响由本土席卷全球。在我国手机支付都还不普及的年代，他们的团体就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了。而掌舵人正是上期小猫俱乐部的制作人邱元康。经过10年的沉淀，这个不安分的胖子又要给这个世界开个大眼了。与小猫俱乐部一脉相承，打造真实的邻家偶像。看到希望的职员投下了他的选拔简历，爸爸觉得这是职员想做的事情，并没有反对。妈妈嘴上说的一定不会被选上，但还是买了车票。在妈妈的陪伴下，职员踏上了第10次偶像选拔。坐在回家火车上的职员被吓得哭了一路。在选拔时，与其他姑娘相比，自己真的一无是处。选拔的结果貌似不言而喻。但坐在评委席的邱元康说 ：“AKB 来了个宅女，不是很有趣吗？”没想到这一句调侃性的决定将会在未来掀起一场海啸般的震动。但此时职员没有想那么多，这么多年的应援生活，他深知自己不是做偶像的料。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对他来讲仅是一个遥远的梦。今天那个梦真的来到了他的眼前，而自己真的能抓住吗？刚来到东京，职员与北原里英、中西优香等几个女孩一起生活学习。AKB 走的路线看起来更像一个偶像学校，与学成出道不同，练习生们会在出道前就会参加节目，与观众见面，等时机成熟之日再出道。这段时期的职员由于毫无基础，做事笨手笨脚，唱跳也经常吊车尾，哪方面都不突出，遭到很多人的欺负和嘲笑。一阵子后，同期的北原都混到有通告了。职员现在还只能苦苦的练习基本功，苦闷之余，职员迫切的需要破局之道。作为多年的死肥宅，深谙偶像之道的职员非常清楚，成为偶像的第一步是得先让人记住，无论是好是坏。第二是找到自己的定位。他知道，哪怕是 AKB 的 TOP 元气神，都是有自己的身份的，有临危受命依然坚持的邻家妹妹，有承担一切的优等生，还有照顾大家的大姐姐。自己需要一个被大家认可的身份。当时还是练习生的职员与伙伴们参加 AKB 周刊胆量大赛，主题是蹦极。话最多的职员问每一个人敢不敢，到自己回答时，全然大丈夫。大家伙一个个都完成了，职员硬是磨叽到天黑也不敢，完事哭着说回去再练练。转天特训完，自信满满的职员接受第2次挑战。正常来说，从胆小到有感的传统派剧本太适合偶像了。然后他还是没敢跳，不是专门的搞节目效果他是真的不敢。废柴小指子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由此在更多的综艺里，他都变成了被调侃和欺负的角色。废柴的定位让他迅速被人识别，因为当时小组中间受气包的位置是空着的，我就顺其自然地滑入了这个位置。我感觉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间。那毕竟他也知道，哪怕是在跳舞区，粉丝喜不喜欢自己，会不会跳舞，那实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放弃偶像包袱的职员发挥空间一下子大了很多。在剧场演出时有个环节叫 MC， 是一曲歌舞结束后跟粉丝唠嗑，为其他成员争取换衣服的时间。没啥偶像包袱的职员在这个环节里大肆磨练自己的武器，起初节奏掌握不好，除了经历更多的失败，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是小剧场，粉丝们都很包容。这时指原无论是荤的还是更荤的，素的还是白的，黑的还是电视上不让播的，先爽了粉丝再说。其中有个经久不衰的梗，指原经常调侃自己是平乳，并不厌其烦地咨询长大的方法。听说有个成员细枝节硕果是因为喝豆奶，指原一连喝了多年的豆奶，并且表示有效果，会第一时间通知粉丝。为了给粉丝整活，在线教粉丝打窝他意，人送外号早安饭头子。不仅如此，他还做起 UP 主了。指原签了事务所后，开始在自己的专栏发表一些伤春悲秋又无比抽象的文章。4月30日9点36分，昨日我走在路上，一颗完整的白葱掉落下来了啊！容我再陈述一遍，一颗完整的白葱掉落下来了啊！难道不可怕吗？深夜的黑暗与葱的洁白无与伦比的对决，我无能为力，没能做些什么。清晨，白葱已不见踪影。啊，那颗白葱怎么样了？它在哪里？它和谁在一起？脑海里全是那颗白葱。啊，难道这就是爱情？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不仅收到了上千条评论，还获得了邱元康的青睐。看完后，邱元康给指原发了条短信：一天更新一次有些少，请多更新几篇。当邱元康知道这个开心果希望得到博客点击率第1的想法时，邱元康为指原提了一出妙计，试着一天更新100次怎么样？面对如此严丝合缝的计划，指原成功完成一天更新200条微博，并打破一天之内微博留言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我感觉我的自尊心太低了，趴在地面的自尊心，这自尊心太弱也挺好的，毕竟是大家赋予的角色，那就扮演下去。单纯长得漂亮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如果是一个毫无亲近感的丑女，那就更糟糕了。被欺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有去忍耐，为了自己的未来。这些为了未来的忍耐没有白费，而且指原也并非只会整烂活，唱跳的本质也在这几年有所进步，达到了 A 队的代役水平。指原作为5期4星星之一，其他3位都已经升咖，本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但当时的 B 组成员菊池彩香，此时正好因为违反恋爱禁止条例被开除，练习生指原获得升格替补他的位置。命运的齿轮彻底转动，由于脾气好、情商高，还会来事儿，指原得到了前辈们的一致喜欢，经常把他叫出来欺负，给他露脸的机会。修炼多年的小指子沟通能力早已不同往日，无论对方说什么过分的话，指原都能把他接下来，然后再把话题推进下去，并引起强烈的节目效果。仅20岁就已经成为常驻综艺咖，并且有了以自己名字冠名的综艺，在各路大佬轮番调教下，人气稳步提升。在每年粉丝用真金白银应援心中所爱 AKB48 总选举中，从2009年第一次选拔的第27名，到2011年一路连跳至第4名，冰封直至创业 A 队元七神进入御神序列。MV 也从最初只露脸1-2秒，到渐渐有1分钟的出镜机会。如果故事到这里，这仅仅只是一个麻瓜变成魔导师的常规励志故事。而戏剧性的是，就在2011年总选举第4名公布结果之后，指原人生春风得意之时，仅仅几天后，他就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对于深爱偶像知道多年的指原犯的错，就是那条对于偶像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恋爱禁止条例。这天深夜，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女孩一边哭着一边进入电台的录音室。这个没化妆的女孩双眼早已哭肿，抽泣地向粉丝真诚道歉。在偶像 4.0 的世界里，被爆恋爱可谓触犯职业天条。后者有一期遗珠风暗男被爆亲密照，替光头含泪降回练习生；前有一期前辈大倒下海，米泽留美被迫毕业。在流水的偶像铁打的 AKB 里，恋爱了还怎么让粉丝爱你？还怎么心存幻想的给你氪金？肥康的小猫俱乐部吊死在昭和才几年呀？忘了，那么多死肥宅还在电视后面天天的盯着你们看呢。而这里哽咽的指原被肥秋的老朋友周刊文春爆出前男友泄露的艳照。虽然事情是发生在指原练习生时期，而且与这个粉丝男友仅交往了很短的时间，但艳照与亲密照性质相比更是恶劣。而借了前辈被毕业的东风才顺位正式成员的指原，在证据确凿之下，此时已经心如死灰，向粉丝道完歉，默默的等待秋元发落。从今天起，你就是 HKT 的指原了。听完邱元康的话，指原陷入了沉默。在 AKB 俱乐部的团队里，除了秋叶原 AKB 外，还有据点名古屋的 SEK48，
大阪的 NMB 48，而指原去的福冈博多的 HKT 48，则是平均年龄只有14岁的最弱分队。在大家来看，这无疑是发配边疆，换岗仓库，自生自灭。在那篇绯闻爆出时，指原正在参加千叶站的 HKB 全国巡演。那一天他并没有缺席，尽管全力演出，但想到以后永远都不能跟大家站在同一舞台上了，眼泪还是抑制不住的流了下来。消极的思想在他脑中蔓延，他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早安少女组里，自己喜欢的龟井惠里突然宣布毕业隐退时，对自己的打击如同现在般绝望。明明承受那么多，才爬到第4这个位置，新歌还没有发行，还没有让粉丝看到自己新的姿态，却仅因为这一篇报道而让一切化为乌有。而且迎合舆论的刻薄言论，可不会设身处地的替他着想，但自己确实触犯了规则。他向邱元康提出辞职。知道了，没有决心在艺能界死磕到底的人，离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句话在指原的心里萦绕很久。察觉到指原状态不对的风岸南和高桥南带他一起去 KTV 唱歌，过程中唱了不要放弃，想要做掉你男朋友之类的鼓励的歌曲，在前辈们身边小时候从未有过的归属感，让指原决定，我果然还是想留下来，我想在 AKB 继续努力。他向邱元康收回了辞呈，于是今晚就收到了这样的结果。沉默的指原离开录音室回到家，屏蔽一切外部消息的他在安静的房间里看着吃剩下的便当和墙上自己的照片，他好像回忆起了很多。2、3年前，他跟室友们每天练到很晚才能回来休息，一起吃着白天练习场多出来的便当，嬉笑后疲倦入睡。这些被称为地方族的女孩们与指原一样，都是从小地方宣称要成为偶像而来到大城市奋斗，都决心不得到认可就绝不回去，努力对得起援助自己的家人。后来指原真的有了点成绩，指原给奶奶看自己团队的 MV， 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呀？好丑啊！奶奶指着电视里的指原，那是我，哈哈。虽然嘴上嫌弃，但看到家人将自己的写真都好好的裱了起来挂在墙上时，他也忍不住的掉下眼泪。在早些时候，因为网络让他知道世界不只有大分，这一次说到底不过是重新开始。而此时的指原也不再是那个被吓哭的女孩了。从大分到东京，再从东京到福冈，他又一次的为了那个舞台踏上了旅程。来到 HKT 的总部，看到这些平均比自己小5、6岁的妹妹们，他们的眼里多少有点质疑和敌意。只见这个戴罪之身的前辈进门之后，走到他们的面前，深鞠一躬，请彻底的利用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的指原没有虚伪的客套，不是立威说教，不是谄媚示弱，而是利用。他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被接纳，他知道现在自己唯一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名气与关注，而自己也绝不甘心止步于此。他需要这些白纸带他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小时候即使被欺凌也没有颓废过，认真的生活，按点睡觉，从未昼夜颠倒过的女孩，9次选拔失败都未被打倒的她，将开始一段真正的偶像奇迹。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在日本创立第2个幕府的独立尊氏，当年起兵进京，万路中伏，大义兵败，发配九州的他仅过了个春节，就将一盘散沙的九州武士组织起来，反攻京都，史称岩原之乱。而在偶像史上也有一段绕不过去的传奇故事，名叫指原之乱。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将在下期讲述为什么邱元康会让指原去 HKT， 又是如何仅用1年的时间带着最孱弱的分队杀回东京，问鼎总选第一，又是如何引发平成偶像界的正邪之战，指原又是如何拿下 AKB 的3连冠，问鼎平成第一偶像。为了防止观众朋友们说我拖更，放心，下期文案在这期视频剪好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并且在1周之内更新。我呢，终于放假有时间更视频了。长视频的制作挺难的，今年的暑假呢，我实在是不想进厂了，租了个自习室的位置，可以暖和的为各位更视频了。我呢就是个穷学生，也不瞒着各位，我的播放点赞比达到4%，1万播放量可以换30个名，也够我1天生活费了。梦想是无价的，但造梦是高昂的。如果大家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请浅浅的点个赞，为我下一期助力。谢谢各位，我是子美，我们下期再见。